武带着几名武道学员，很快便将口服液发至人手一瓶。即便是已经明镜大圆满的洪长青，也得到了自己的那一份。待发完之后，叶晨开口道：“诸位手里拿着的，是专门用来强化身体与经脉的药，服下之后，对修为会有一定帮助。如果你们恰好在境界突破关键阶段的，或许能够靠着这瓶药顺势完成突破。听闻是能够提升修为的药，一众人心中格外激动。对武者而言，完整的内功心法以及能够提高实力的药物，都是最为珍贵的。许多武者苦修一辈子，也没有得到过任何一种丹药的帮助。有时自己也能感觉得到，自己距离突破下一层就只差临门一脚。可那一脚，凭借自身的能力，就是无论如何都踢不出来。见许多人拿着口服液不敢当面服用，叶晨便开口道：“诸位现在可以先将药服下，试一试能否得到提升。如果正好在境界提升的关键时期，说不定还能助大家一臂之力突破一个小境界。”叶晨此话一出，众人更是激动不已，许多人已经跃跃欲试，准备立刻将药液服下。叶晨这时又道：“未来我还会继续向所有学员提供同样的药液，每年每人不低于3瓶，若是进步较快的学员，还能得到额外的药液奖励。希望大家能够全力以赴，尽快提升自己的修为。”众人自是备受鼓舞，纷纷盘坐在地，将叶晨给的药液尽数喝光。就连洪武和陈泽凯这2个几乎没什么武道天赋的人，也都一脸期待地等着身体传来的反馈。叶晨这次准备的药液有效成分或者说丹药的浓度，比不上那次在墨西哥大战告捷之后给万龙殿将士们准备的庆功酒，但对现场这些没有进入到暗境的武者来说，药效还是非常显著的。几乎每个人都能感觉到自身修为在这一瞬间得到的进步。就算是没能突破下一个小境界，但经脉、骨骼都有了很大的提升，个人实力自然也更胜一筹。有些刚好处于即将突破状态的武者，都已经顺利突破了下一条经脉，成功提升了一个小境界。就连已经到了明镜大圆满的洪长青，也感觉修为有了进一步的增进，距离突破明镜又迈出了一大步。这里面最郁闷的，或者唯一一个感觉郁闷的，要数龙思琪。他的经脉其实早就被叶晨用灵气全部打通，但出于对他性格的不满，叶晨在为他打通全部经脉之后，又封住他3条经脉，让他的修为重回5星武者。可是这一来一回，虽然修为没什么变化，但性质却完全不同。原本他另外3条经脉就像是自然界的土壤，靠着他自己一点点努力，像蚂蚁挖掘洞穴那样，是可以越挖越深，直至逐渐冲开的。这也是一个武者在明镜修炼的底层逻辑，就是不断努力冲开新的经脉，直至8条经脉全部冲开。但龙思琪的另外3条经脉现在已经被叶晨用灵气封住，这就等于是把土壤换成了岩石，已经完全超出了蚂蚁的能力范围。他这段时间一直努力尝试，但第6条经脉根本就没有半点松动的迹象。而现在他服用了叶晨给的药液之后，感觉药液全部作用在了自己已经冲开的5条经脉上，没有任何药力能够对第6条经脉的封堵产生半分撼动。许多人兴奋欢呼的时候，龙思琪整个人格外沮丧。他意识到，如果叶晨不把自己那3条经脉打开，自己就算再努力修炼，也不可能进入6星武者的序列。某个瞬间，他也想过鼓起勇气到叶晨面前恳求他高抬贵手，可是一想到当初自己的目中无人，大放厥词，他又强忍住了这个冲动。于是他的心情便更加沮丧，整个人盘坐在地，双眼看着眼前的地板，颓废不已。叶晨只是搭眼一看，就看出了龙思琪的沮丧。毕竟在一群欢呼雀跃的人群里，他一个人默默坐在那，实在是有些格格不入。叶晨心里很清楚，龙思琪之所以如此颓丧，必然是因为经脉被自己封堵，靠他自己现在已经没有继续提升的可能。回想龙思琪的出言不逊，叶晨只当她是一个舞痴小姑娘的个性使然，
倒不是叶晨小气，不愿与他冰释前嫌，关键是他那3条经脉，叶晨已经一次性全给他打通。若是真收回来，那他瞬间就会成为明镜大圆满境界的高手。自己虽然可以不计较他的无礼，但也没有到以德报怨的地步，不能因为龙思琪以前得罪过自己，自己反而让他一跃进入明镜大圆满吧。思忖片刻，叶晨觉得虽然自己不能对龙思琪太过于以德报怨，但既然已经投入自己麾下，不管他有几分是真心，总归还是要给对方一些希望。于是叶晨迈步来到龙思琪的面前，开口问他：龙小姐，服过药液之后感觉如何？龙思琪忽然听到叶晨的声音，整个人为之一颤，旋即抬头看到叶晨就在自己面前，连忙站起身来，恭敬又紧张地说道：叶先生，谢谢叶先生赐药，属下感觉挺好的，5条经脉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，实力也有所进步。叶晨轻轻点了点头，问他：来金陵这段时间还适应吗？适应。龙思琪忙道：多谢叶先生给在下还有太真道弟子们这个机会，大家在这里都有很大的提升。叶晨微微一笑，开口道：龙小姐，我有些话想私下里跟你聊一聊，你随我出去一趟吧。龙思琪有些紧张，但还是非常干脆地说道：好的，叶先生。叶晨转身走出武道馆，带着龙思琪来到隔壁的休息室。龙思琪有些忐忑地来到叶晨面前，恭敬地问：叶先生，您找属下有什么吩咐？叶晨坦然道：龙小姐，诚实讲，其实我原本并没有打算这么早就接纳太真道，但龙小姐和诸位太真道的弟兄在保护我外公外婆一家人上费心费力，也确实让我看到了你们的诚意。既然龙小姐有诚意，我自然也会投桃报李。龙思琪忙道：叶先生您太客气了，那都是属下应该做的。叶晨微微点头，随后说道：我看你现在修为虽然还没到能突破至6星武者的地步，但也已经进入5星武者的中后期了。若不是我封住你3条经脉，你现在应该也要开始冲击第6条经脉了。你心里怪我吗？龙思琪一听这话，惭愧不已地说道：叶先生，之前都怪属下过于自负，都是属下自己惹的祸，不敢埋怨叶先生。叶晨微笑道：埋怨也无妨，毕竟人非圣贤。说罢，叶晨又道：我刚才既然说了要投桃报李，自然要拿出实际行动来。你的修为需要稳扎稳打，所以我不让你进步太快。今日先跃入6星武者序列，然后好好打稳根基。龙思琪还没听出叶晨话中的意思，叶晨便已经伸出手来，在他的肩膀处轻轻点了点。紧接着，龙思琪便感觉自己原本被封堵的第6条经脉，在一瞬间彻底被打通，修为也在一瞬间迈入6星武者序列。每一个小境界的提升，都会给人带来焕然一新的感觉。龙思琪也精准地感觉到了自身的变化，顿时激动无比，甚至控制不住地喜极而泣。他没想到，自己方才刚刚为将来的修为感到绝望时，叶晨就如此大度地将自己第6条经脉打开。要知道，就算叶晨没有封住自己的3条经脉，自己现在也还没到能够突破至6星武者的阶段。就算已经到了5星武者的中后期，也至少需要几年的时间才有可能突破。是而叶晨方才的所作所为，不但解除了自己修为的桎梏，甚至还直接帮自己省去了几年辛苦突破的时间。激动到泪流满面的龙思琪下意识跪在地上，泣不成声地说道：属下跪谢叶先生成全。叶晨没有伸手去扶他起来，而是非常认真地说道：在这里好好修炼，等时机成熟，我会陆续帮你打开剩下的经脉。只要你足够努力，我还会像今天这样，非但不拖你的后腿，反而会在关键时刻助你突破。龙思琪感激无比，高声道：叶先生的恩情，属下没齿难忘。将来属下定当全力以赴提高修为，一切为叶先生马首是瞻。叶晨微微点头，淡淡道：你之前一直不愿意接任太真道的掌门一职，依我看现在也算是时机成熟了。
虽说你师尊现在还是名义上的掌门，但他的精力毕竟有所分散，来挂名一定程度上等于是太真道群龙无首。我看你今日之后和你师尊好好聊一聊，选一个黄道吉日，当着你们太真道众弟子的面，正式把掌门交接的仪式完成。龙思琪立刻说道：属下遵命，属下稍后便与师尊沟通一下，尽快将这件事尘埃落定。叶晨对他的态度很是满意，开口道：行了，你回武道馆去吧，顺便告诉洪武和老陈，就说到时间出发了，我在这里等他们。龙思琪恭敬道：属下遵命。言罢，他才站起身来，深深鞠躬之后转身离开。叶晨从他的背影都能看得出，他此刻心情欢快了不少。很快，洪武和陈泽凯便来到了叶晨所在的休息室。见到两人，叶晨便笑着问道：怎么样，我给你俩的口服液，你们有没有感觉修为上得到什么提升？嗨，洪武挠挠头，回叶大师，确实能感觉身体有不小的提升，但修为上就有点尴尬了，我好像还真不是这块料子。陈泽凯也不禁感叹：少爷，我好像也不是这块料。叶晨微笑道：我的丹药虽然能够帮你们提升身体素质，甚至能够延长你们的寿命，但如果你们实在没有武道天赋的话，丹药也很难帮你们入道。说着，叶晨又道：不过也不要紧，你们俩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忙，不必太过在意这里的修炼进度，将来我会想办法助你们入道的。两人感激不已，连连道谢。叶晨笑道：行了，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我那个远道而来的客人也快该落地了，咱们先去天香府等他吧。